经常有朋友在问起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。他说我几乎没有存款，那么每个月的工资开销很勉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孩子要上学，所谓的9年义务制背后隐藏着很多收费，包括你想着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不停的补课、特长班、兴趣爱好班，你想让孩子有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，你得投资很多钱。然后老人要看病，你要预留一笔钱，这笔应急的费用，有人统计过，中国老人最后一次医疗将耗尽他所有的积蓄。那么因病致贫的家庭越来越多，所以人们在恐慌的，大众在传播的这种恐慌，逼着你不得不预留一笔钱，即便你留不下来，你也多少要备着一点。那么医保社保你还得交，是吧？看病遇上一个大问题，基本上你都要出20%。那人头把老的加在一起呢，不在医保范围之内的呢，那有可能一次性的就致命了，七姑妈八大姨一大堆，你根本走不了。有些人还有车贷，还有房贷。好就好在没有那么多傻子了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虚拟经济的产品应该来说越来越少，绝大多数人我们知道，稍微谨慎一些的人都不做长线的投资了，甭说股票期货了，就连国库券都清空了。那么即便是如此，也会很难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呢？其实我们说，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，终归还是思路决定出路。到今天为止，应该大家都能看清楚了，我们谁也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。即便是那些已经在台上的所谓的接班人，他们也把他们的接班人放在了海外，最起码在海外受的教育，随时可以杀回海外。那政治斗争中失意的这些人早就出来了，现在就是生怕别人不给他去，因为中国马上也要加入这个多国的税控系统了。那么各个国家在旅居他国的情况下，还涉及到一个财产，涉及到税务申报的问题，他们的麻烦很大，但是他是有钱人的麻烦，老百姓一般遇到的都是因为没有钱而造成的麻烦。我记得在老挝的时候，就有朋友问过我，说实在走不了怎么办？我们套用一句俗话，叫贫贱不能移。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能移动的，只是你还没有想开这条，没有看开这一点。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，从黄旗和这个鲁毅被抓以后，应该来说被报道的越来越少了，或者说有条理的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他们的报道比较规范，最起码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一般情况他不会骗你。现在我们看到的，今天倒个桥，明天地陷了，是吧？地陷了以后，竟然不进行抢救，先用水泥
把塌陷的地方封起来。他在保住地铁施工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任何生命的尊严，他认为死一个人不过也就是几十万，最多你闹死了也就100-200万的事儿，影响到施工本钱就大了。所以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新闻不断地闪烁在我们面前。广州地陷了，挖地铁挖出个坑，2辆车栽下去了，一个汽车一个电动车，至少我们知道有3个人没有任何抢救，先把他埋进去。你说地陷了，就算是天灾，我们不谈施工问题造成的，我们就谈这个建筑灾害意外，是吧？那你看见人头你都不想着把它捞出来，你直接往里灌水泥，这叫什么？今天的中国这一类的事儿层出不穷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开始抗争了，开始造反了，开始上街了。那么最终呢？最终全国没有形成联动。你期待一个社会的变革，你等的会很累，而且即便它到来，对个人而言不一定是好事，因为它伴随着腥风血雨，每一次王朝更迭都会死很多人。在中国，死亡的人数从来不是以几万或者几十万来计算的。这一次变革也是一样，没有人可以预计它的伤亡程度是多大。那么你留在国内呢，你改变不了什么，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勇敢，也就意味着能不能换一个活法。我一直说2500年前孔老夫子就说了，是吧？道不行，乘浮浮于海，乱邦不入，危邦不居。明确的看到中国正在发生变化，为什么还要去赌呢？你说老人比较老了，是吧？他们不想走了，或者他们真的走不了了，我能理解。你说你就认命了也成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你为你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为你的决定来买单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后果。那孩子呢？因为你一时贪图享乐，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们是很无辜的生命，他们应该享有更美好的未来。因为你的一念之差，他就必须要做一个中国人。是啊，出生你不能选择，但是他的未来呢？能不能他做主呢？你能不能多给他一个选择呢？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后代，他选择离开这个国家。中国周边全是中国人，应该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事实了。所谓的海外华人，很多人根本就没出海，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以前就谈过。80%的华人离开中国以后就在东南亚，甚至有些国家华人或者叫华裔超过1000万。在和平的时期，这种情况是可以发生的。今后如果说中国发生变革，其实你想走就很难了。你可以这样想一想，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，如果你有自己的住房，哪怕是按揭的，
你最起码价值几十万，对吧？你现在如果说能把它抛掉，其实你在周边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。你要是北方人不怕冷，你可以去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格鲁吉亚，到欧洲去买个房，几万美金的事儿，你付得起。别说欧洲了，就是美国中部也有很多州，一个独栋的别墅带上院子都不超过10万美金。而且只要你愿意工作，其实你可以做到按揭。你说我不会外文，其实没关系，有足够的中介，他们会帮你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。买电话卡，每个月打到中国无限量的，是吧？在美国我知道的29美金，那每个月只要你花29美金，你可以无限量的往中国打，天天打，抱着电话打，24小时打，不会增加1分钱费用。周边国家其实都是这样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服务，更别说在网络通信比较顺畅的地方，你随时可以用网络电话，对吧？所以你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问题，你可以找任何人帮你忙。关键还在于你自己，你是不是能想通？你留在这儿是干什么的？如果你不想动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如果你决定往外走，其实能帮你的人有很多。我一直说，改变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可以出一点力。你把你的房子卖了，你把你的人民币资产清空了，你用脚来投票，你到任何一个国家踏出国门之后，你事实上就在对这个政权说不。那可能心理上你认为你是一个逃兵，是吧？我也是，多了，到处都是。现在任何一个国家，稍微像点样的国家，满大街都是中国人，不缺你一个。内地呢，号称有14亿人，也不缺你这根韭菜。大的道理很多人都懂，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下不了决心。其实论钱也足够了，能翻墙，能上网，能静下心来泡杯茶、叼根烟、看视频的，有几个是真正的穷人啊？你觉得生活的很累，其实在绝大多数国家你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你可以让自己放松一段时间，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路在哪儿，忙着帮孩子找学校，规划一下孩子的未来，最起码你能帮助他，让他在成年的时候有一个选择，是做你移居国的公民，还是选择继续做一个中国人。很多时候，当他在国外受了教育，待个3年5年，你让他再回中国，他会告诉你，中国很脏。这是20年前陈冲说的。我认识很多孩子小的时候被送出去的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。我有一些朋友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，把初中高中阶段的孩子就送出国门了，然后读了大学，有的还进行深造。那即便家族有企业的希望他们回来继承，他们也仅仅是
出让自己的股份，甚至不屑一顾。他们认为这些钱来路不正，来自于血汗工厂。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，他们可能更适合另外的世界，更广阔的世界。我知道非常多的人把移民看作是一道坎儿，难以越过。其实你最难越过的是心里的这道坎。如果说你继续留在国内，把老婆孩子留在身边，要伴随孩子长大，那决定是你做的，你为他负责就可以了。等孩子长大以后，10年20年以后，他会满怀着幽怨的眼光凝视着你，轻轻地问你一句：我听说我曾经有机会做一个美国人，做一个英国人，你代替我做了决定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当然了，中国的变革有可能会非常的暴烈，你和你的孩子都不会再发出类似的疑问，因为没有人能预测到明天和意外谁先到。所以我总是在劝一些朋友，即便是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身家，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我都在劝他们，不要老想着自己，你认为你能熬，你能扛，但是你现在翻个墙都得防着家人，防着孩子。在学校里受了教育，10岁的孩子都会指着鼻子问你，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？因为在学校他们一直认为中国非常强大，你老听外面的人在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对你也不好，对我也不好。检举你吧，他于心不忍；不检举你吧，他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学校的教育。我们今天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不要认为我们的未来在灰暗之中还有一个磨难期，能让我们锻炼孩子。其实有的时候你根本不能预测未来迎接你的是什么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批斗的资格，有些人直接就被肉体消灭了。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因为在改革开放40年来获得了一定的成功，或者说曾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，但是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成为你的原罪。一个家庭如果说被卷入了这种社会的漩涡，倒霉的是你，更是孩子。所以我一向认为，我胆子很小，我不敢赌，我宁愿出走。同样是去国远走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。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决定，等20-30年以后回过头来再看一看，你不会感觉到懊悔，因为你为未来的孩子们，他们的明天赢得了一次新的选择的机会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我不鼓励大家都去踊跃的去牺牲，参与社会变革，因为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它的残酷。你没试过，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。就如同一个驾驶员一样，在家里你要是一个主心骨，是吧？上有老下有小的话，你应该负起责任来。你的责任就如同一辆客车的驾驶员，
你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安全的把这一车人送到目的地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。在一个家里，如果你能做主，你愿意去赌明天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的孩子们眼巴巴的要跟着你的决定付出代价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关门的窗口已经显现了，无论是钱还是人，很快就走不了了。我一直在说，要想走，一定要趁早，就跟你超车变道一样。当你没有决断力的时候，吃亏的肯定是你。前怕狼后怕虎，总是认为现在的日子很难过，我在网上骂骂娘，发发牢骚，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找我麻烦。孩子们在学校里现在接受的教育非常自豪地认为中国将赢得21世纪。你要真的信，或者一直能容忍这种环境，那你发发牢骚也就算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不妨多想一想，为人父母的其实终归要给孩子们一个交代。你可以选择的路很多，没有人会逼你。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帮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好运，再见。